除了拍拍拍，周末玩点啥？提起角色扮演类游戏，大家在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游戏是哪一款呢？国产的《仙剑奇侠传》，日本的《塞尔达传说》系列，亦或是波兰《蠢驴的巫师》？经典的 RPG 游戏数不胜数，但这个沿袭许久的游戏类型，却在这些年出现了一个异端，那就是宫崎英高的魂系。宫崎英高本人其实长得有些像发胖版本的吴彦祖。他所制作的魂系列作品以及精巧的机关设计，永不向玩家低头的游戏难度，在全世界赢得了一大批魂系拥趸，甚至引申出了魂 like 这一游戏类型。而《黑魂3》作为魂系正统续作，其可玩性和发售表现无需多言。本体以及前代 DLC 大受好评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出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黑魂3》最终 DLC《黑魂3》完成。相对于之前发售的 DLC《阿里安德尔的灰烬》，还城的游戏流程不止长于倍。在灰烬中没有过瘾的玩家，可以在还城中好好享受黑暗之魂带来的愉快体验。当然了，玩家对于这个 DLC 的喜好，完全是取决于是否喜欢和认同宫崎英高的那些阴谋诡计。幻想着你正走在一条安全且空旷的马路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前方道路发出亮闪闪的光芒，你会误以为那是一堆金币。你跑过去准备将这些全部收刮到自己的小金库中时，却不知从哪冒出了10几个敌人，正举着弓箭对着你。没错，当你发现这些阴谋的时候，你多半已经成为一个可移动的麻烦窝。以上场景对于魂玩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只能面带微笑的问候一下可爱的制作人宫崎英高。回到还城本身 ，BOSS 战方面，相对于前一代 DLC 灰烬中的2场 BOSS 战。还城的整个流程一共有4场 BOSS 战，其中包含一个隐藏 BOSS。在和 BOSS 对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 BOSS 都有极富特点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出其不意的攻击方式。这样的变化给玩家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感，可以说是每个 BOSS 都会难倒一大批玩家。这里我们又再一次体验到了宫崎英高满满的诚意。游戏优化方面，黑暗之魂系列的优化一直被吐槽，在还城 DLC 中也继承这一传统。掉帧现象明显，经常发生走着走着一转身就变成幻灯片的现象。但瑕不掩瑜，还城可以说是继承了魂系列的诸多优点。开放世界下所见即可到的无缝场景十分有代入感。同样，还城并没有将剧情直接抛给玩家，而是让玩家从场景、收集品、武器物品描述，甚至是 BOSS 的生理结构上来自己判断。这也造成了1000个玩家就有1000种剧情的场面。现在我们各大论坛上还能看到魂学家们为游戏的某一情节争得面红耳赤，衣衫不整。这只是黑魂让人着迷的众多理由之一。游戏中的 RPG 传统元素被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造，属性的加点方式在游戏中十分重要。就算是前期的加点倾向，也能改变整个游戏的流程。甚至为了一把武器重新开档，你1级不升也能通关，有时候升到顶级也不一定保准能够打过一个小兵。作为 ARPG 游戏，《黑暗之魂3》算得上是将动作和角色扮演2种游戏类型的特点融合得完美无缺。这不是简单的杂糅，而是将其中的筋骨重铸。出色的打击感，极低的容错率，则比其他任何游戏都易造成角色的死亡。但是，一旦将 BOSS 击杀，之前所有的挫败感都会转化为成就感。更令人恐怖的是，这些成就感被无限放大，又更加容易造成之后玩家的心生懈怠。如此反复，也让《黑暗之魂》被贴上了受苦的标签。用制作人自己的话来说，他想让人们在黑魂中感受到的是在电子游戏的黄金时期的游戏设定。玩家在游戏中受尽折磨，但是通关之后会取得巨大的成就感。而关于此次 DLC 还城的评价，有位玩家饱含深情地写道：“还城是一切的起点和终点，火焰熄灭的世界都坍塌到此处。灰烬寻找着传火的意义，聚集于此，最后一切尘埃落定，才发现还印之城无处不在。我们就是在那深渊里的黑暗之魂。”
环城在3月28日已经正式发售，国区售价78元人民币，不包含本体。还在观望的小伙伴也可以等将于4月21日全平台发售的年度版，包含游戏本体以及所有 DLC。想了解其他更多资讯，请关注全球电竞网单机站。最后，赞美太阳。Ludomentis, Antia.